各位冒险家，大家好！近年电动车的话题超热，很多人问我到底该不该换电车。今天我不聊那些虚幻的环保理想，我直接从这几年的真实账单出发，帮你做一次彻底的自我分析。这部影片看完，你就能决定这笔100多万的预算该不该花下去。能源费用，油车10万公里除以12千米每升等于8333公升，以95便1030元计算，等于约25万。电车10万公里乘1.2元等于12万。住，如果你家里有装，深夜充电每公里仅约0.4元，10万公里只需4万。但若全靠外充，可能高达15万。2. 税金2026最新政策，油车1801到2400立方厘米，税金总和为17440美元年，持有5年约8.7万。电车，政府已确定免税优惠延长至2030年，所以这10万公里的税金是0元。3. 保养，油车机油、机油芯、变速箱油、火星塞、正时皮带、进气滤芯。电车没有引擎与变速箱，只需更换冷气滤网、雨刷水、刹车油及冷却液。4. 保险，这是最常被忽略的成本。由于2026年实施电动车专属保险，加上电车维修多以总成更换为主，保费通常比同价位油车贵30%到50%，这笔钱会吃掉不少省下的油钱。5. 消耗品，轮胎，电车平均比同级油车重300到800公斤，且马达扭力是瞬间爆发。一般使用者即便不竞速，轮胎寿命通常比油车短20%，且电车专用胎单价较高。请记住这2个关键转折点。1. 车价差，如果同等级的电车比油车贵30万，那你跑完10万公里，其实才刚刚回本而已。2. 持有年限，如果你打算开15年，电车省下的税金与油资会非常恐怖。但如果你3年就换车，电车的高折旧与高保费可能会让你反而亏钱。看完持有后的费用，接着进入主题，你真的适合买电动车吗？第一章，分析，你真的适合电动车吗？在看车之前，请先问自己这3个灵魂拷问。1. 环境条件，你有灵魂伴侣吗？家中有装，恭喜，你拥有最低能源成本，每公里约0.5元。家中无装，你每抽要在外面罚站1小时充电，且快充费用是加充的5倍。便利性与省钱优势会大打折扣，时间成本更是油车的10倍。2. 里程算盘，你的里程撑得起保费吗？电车大约每10万公里能省15万油钱，但现在有电动车专属保险，保费比油车贵30%到50%。如果1年开不到1万公里，你省下的油钱可能刚好拿去缴保费，根本没省到。3. 驾驶习惯，你是温和派还是热血派？电车扭力强，大脚起步会让轮胎前喷很快。其实电车对一般使用者最大的优点是静谧性与怠速自由。夏天冷气开2小时也才耗2%到3%的电，没有排气味与震动，这才是真正的享受。第二章，市场的2大阵营，特斯拉派 vs 非特斯拉派。特斯拉派优势，超充网络全台最强，补电最不焦虑，高阶辅助驾驶是长途通勤族的减压神技。风险，维修高度封闭且有软件锁，一旦出事，报价通常是换整组，你没有副厂可以选。非特斯拉派优势，内装精致感强，维修逻辑接近传统，未来民间维修体系较易建立。风险，第三方充电桩较散，且软件更新的速度通常逊于特斯拉。第3章，资深车主才知道的遗漏细节。1. 电池20%到80%使用原则，看电池种类。如果你的车是3元锂电池，平时建议维持20%到80%。但如果你是磷酸铁锂电池，为了让电脑校正电量准确，原厂反而建议每周充满100%一次。2. 机械车位是大敌，电车非常重，停进去前请务必确认限重，以免损坏结构。3. 维修黑盒，电车零件通常无法修复，只能更换，一次电机总成的钱可能抵过你2年的省油钱。第4章，高阶辅助驾驶的真相，长途通勤族，每天国道超过30公里的朋友，它真的能大幅降低疲劳。但要记住，它不是自动驾驶，目前仍属于 Level 2，你的手必须在方向盘上。
台湾的路况复杂，下大雨或施工时感应器可能失效，千万不要完全依赖它。第5章总结建议，谁该买？总结一下，轻松持有，绝对适合购买。1. 家里或公司可以安装充电桩。2. 每年行驶里程超过 1.5 万公里。3. 主要用途是市区通勤接送小孩。4. 打算持有这台车超过8年。辛苦持有的电奢车主与建议留在油车、油电车。1. 家里附近完全没有充电基础设施。2. 每年行驶里程极低。3. 经常需要临时出发去偏远山区。4. 习惯2到3年就换车。所以别看别人开电车很帅就冲动咯。我是小朋友大冒险，希望这份分析能帮你做出最理性的选择。我知道留言区一定有很多资深车主，除了我今天聊到的保险跟轮胎，还有哪一项隐藏成本是我漏掉，但你觉得买车前一定要知道的？欢迎在下面帮大家补充，我们一起拯救还在犹豫的新手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